大家好，我是大伟。糖高的朋友们一定要好好看一看今天的视频。咱们现在有很多的朋友啊，糖高了以后啊，不免心里面就一阵焦虑。空腹的时候测一下看一下，饭后的时候有的时候测一下看一下，就发现自己的数值啊居高不下。有的时候啊不放心，自己上网搜一搜看一看，一看到照片，哎呀，心里面避免不了一阵担忧。那么糖高的朋友有没有方法呢？当然是有的。今天我教你一个道家的斗功，帮助你把它拉上来。道家的斗功叫做什么？叫做百念不如一斗。这个斗功啊，非常的好，特别适合咱们糖高的人啊，平常去练习。为什么这么说呢？有的人说，大伟，我平常啊每天运动个30分钟、50分钟行不行？我的回答是说行。你记住，糖高的朋友们一定要去运动。但是为什么很多人明明知道答案要去运动，就是坚持不下来？因为运动累。你坚持30分钟，坚持50分钟，很少有人能够坚持下来，天天去做。而且很多人运动啊，他对场地有要求，他没有这个条件啊。比如在小区里面啊，有很多的车在那边走啊，在这个操场啊，一下雨啊，刮风下雨啊，又影响出行，2、3天一中断，自己啊就不想去练了。这个没办法，每个人啊他都是有一定惰性的。那么怎么办呢？其实道家一些古人啊就把这些东西啊已经融入进去了。所以呢，斗功它对场地是没有要求的，而且你在抖的时候，每天啊2到3分钟就行，保证的时间短。时间短并不代表着它不好，而恰恰是因为时间短，它能够怎么样更好的去帮助我们去把这个糖啊给它去化掉啊。所以呢，你去跟着我练一练，坚持一个7天，你就知道。那么我们现在来讲动作，首先我们先讲一下手上的动作啊。手上的动作，斗功是有要求的，手上要向内打转啊，就这么向内打转。你们每天跟着去练，记住，很多朋友在这里啊，为什么要给大家一个特写啊，不给大家全身的？因为很多朋友会做反，他向外去打转，这样不行。斗功啊，身体坐直，手就要向内去转啊，这么去转。转着以后，你会发现，慢慢的手就像鞭子一样，你看挥打出来，这么去挥打出来。你要找这种劲啊，把这个抖劲给打出来。为什么？你在这样做的时候，你感觉没有参与，其实你的很多肌肉是参与在里面的。你肌肉在参与，它就是一个消耗的过程。消耗的是什么？消耗的就是糖。啊，我们把这个动作练好，慢慢的晃一晃，感觉这个手每抖出去一下，有一个劲打出去了就可以了。接下来我们看全身的动作，上半身的动作讲完了，接下来我们讲一下腿部的动作。腿部一般来说的话，我们站姿啊，腿不要完全并拢啊，微微的分开一些就行。微微分开以后，你看侧面看一下，正面看一下啊，这个脚的距离。然后呢，我们的膝盖啊，来回的，你看来回的弯曲，轻轻的弯曲啊，就这样。你先保持住，慢慢的把这个频率加快，你会发现，当你的频率加快以后，身上怎么样，就自然而然的抖起来了。看到没有？你看我的手放松，在下面就开始晃起来了。这个就是抖功的精髓。慢慢的，当你感觉到你的这个频率，哎，手有抖动感了，好，这个时候你的频率就 OK 了。很多朋友说这个动作会不会对膝盖有伤害啊？你放心啊，我们在做的时候慢动作演示。它对膝盖没有伤害的，因为你整个做的时候，你的膝盖虽然在弯曲，但是它的角度比较好。二个就是说你在弯曲的时候，你的膝盖是不受力的。所以我们在做的时候，你只要感觉到身上有微微抖动感觉的时候，手放在我们的腹部，感觉到腹部也有微微的抖动，这个时候频率就够了，是个适合自己的频率。然后慢慢的，我们把手参与进来，手怎么样？手和腿要搭配起来，刚开始可以稍微慢一些，慢慢的把手抖起来，然后把注意力集中在我们的手上，手上这个劲啊，要把它打出去，手上的劲把它打出去以后，腿上来回动啊，从正面看一下，手放松，身上放松，来回动，来回动，慢慢的你这个整个力量就开始贯通起来了啊，做起来以后就不费劲啊，非常的简单，看起来是在扭啊，你看起来我是在扭。其实我在做的时候，你能感觉得到啊，浑身都在抖，浑身都在抖，这就是道家的抖功。每天做上一个2到3分钟，千万不要以为这个动作很轻松啊，看起来很简单，对不对？你做起来以后，你会发现，首先第一个，你对你的协调能力啊是一种考验。刚开始做的时候不习惯，慢慢做完以后就习惯了。然后第二个就是你抖的时候，你看这个抖的时候频率只要快一些。
啊，基本上来讲的话是非常舒服的一种状态。每天就这样抖，抖着抖着身上就开始发热。很多朋友啊，经常啊，你看到了这个夏天，手和脚还像放在冰窟窿里面一样的，你就这样做一做。对于我们整个循环都是非常棒的。所以呢，没事的时候啊，咱们在家练一练，也就是2分钟到3分钟的时间，感觉这个心跳啊，比如说我抖着抖着，我开始喘了，怎么办？我就慢慢的去做，然后这个心率下来了以后，我们就把速度变快一些，就这样去抖，每天多抖一抖，在家里面就可以去做，坚持7天到14天，就会发现不一样。好了，今天这个视频啊就分享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支持。没有关注的记得关注我一波，感觉有用的评论区下方打上有用2个字，帮助更多的人。不要忘记给咱们的视频点上一个赞，谢谢大家。大家好，今天咱们来聊一下糖尿病啊。糖尿病呢，就是被称为富贵病，很多人认为是吃出来的啊，当然这个也是有一定的原因啊。其实糖尿病呢，它是有一定的遗传性啊。同时呢，它和你后天的这个养生也好啊，饮食习惯也罢，它有莫大的关系。如果你本身就身体里面含有这个遗传的这个基因，那么后天也不注意啊，加上自身也肥胖，那你这个患有糖尿病的概率非常大。那我看过一篇报道啊，说中国就是在50岁以上的人啊，平均好像是4个人当中就有1个人是患有糖尿病的啊，所以你可想而知糖尿病它患病几率多高啊。再说一下，糖尿病它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它会带来很多的一些这个其他性的问题，就是继发性的一些问题啊。因为糖尿病是什么？其实讲白了就是说我们血管里面的这个血糖它得不到充分的释放啊，无法进入到我们肌肉里被正常代谢掉啊，就在血管里面游荡，造成了咱们身体的代谢紊乱啊，随之而来的这个高血压，对吧？肾脏系统上代谢出现一些问题等等一些症状。相信饮食上面的科普啊，这个国家做的很全面，而且大家也都清楚。那我们来讲一下运动上面的科普呢，我相信大家都不太了解。大家可能都知道糖尿病人要运动，但是这个运动它又分为你应该是什么样的频率，对吧？什么时间去运动啊？运动强度怎么样？这个呢都是有讲究的。那咱们在视频里面呢，不方便做那么多的演示，也不方便去给每一个看视频的人量身定做一个计划。但是我会告诉大家一种万金油的运动啊，这种运动它既能去符合每个人的一个就是运动量啊，不存在说你老了你就不能动。其次呢，每个人都能做，又简单啊。首先我们来讲一下这个运动呢就是竞走啊，竞走就是说它是介于走路和跑步之间啊，就讲白了就是快速走，速度不如和跑步可能接近于慢跑，但是呢比走路又快很多。它这样做有什么好处？这样做的话，首先第一个它没有跑步那么累，没有跑步耗氧量那么大它对于我们整个心脏刺激是有限的不会因为你的过度运动造成了运动当中出现一些低血糖或者一些其他的负面反应。其次竞走呢，它可以很好的激活我们的一些身体当中的一些肌群，它作为一种有氧运动可以更好的去激活咱们的四肢。所以我们在竞走的时候，上肢尽可能的就是摆动起来摆动起来，腿呢就正常走路，走快一点，这也不用演示，大家就这样走走快一点。每天的运动时间，我给大家的建议是每天咱们就做一个10分钟到20分钟。刚开始做咱们就做10分钟每天就走10分钟，不用走长。为什么？科学上面显示，当你运动完以后你的这个血糖会下降22%就比没运动前下降22%。长期运动你的整体血糖的表现会非常的好身体当中的一些胰岛素抵抗也会变得更好一些，变得更敏感一些所以说长期保持竞走，那它既可以加强我们的心肺即便你没有糖尿病，你去长期的竞走，它也可以对你的心肺整个身体的代谢带来很好的一个作用然后呢，
这个竞走啊，咱们建议啊，还是在这个饭后大概1个小时左右去做，或者是这个早上啊吃完饭以后，也是过1个小时以后去做5到10分钟的竞走。你可以把它，如果你的运动量比较强、比较年轻，你可以一天做2次，早上吃完饭1个小时以后走个5到10分钟，晚上走个5到10分钟，分2次做，时间都不用很长。这样的话，它就会充分的激活你身体当中的一些细胞，你的身体会在坚持1个星期、1个半星期左右就开始慢慢的发生变化非常的这个变化是非常的明显所以饮食上面注意，再配合着我讲的这个竞走，你就可以让你的身体变得更加健康当然，我们这些运动永远都是辅助你的一些药物，包括医生的医嘱以医生的医嘱为第一位，检查永远是第一位，然后配合运动，然后这个最后医生也会根据你每次检查的身体情况去进行适当的调节。好，那么咱们今天的内容就分享到这里。讲了这么多，虽然我只讲了一种运动叫竞走，但是更多的我给大家带来的信息就是让大家认识到运动的重要性，树立起一个健康的理念，它远远比告诉你方法要重要的多所以大家一定要树立起一个健康运动的理念，并且知道方法，那么才能真正的从心里面认可这种运动，去改变自己身体。好，那今天的内容就分享到这里。我是大伟，大家关注我的视频，我的视频里面有很多内容可以帮助到大家。点赞评论，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最近遇到非常多的一个问题就是有同学去问老师，我小糖糖高了以后应该怎么办？有没有哪些地方我按一按、点一点，我的小糖糖就能往下去走一走？其实这个方法目前来讲我是没有遇到过，但是我能给你一个非常好的建议。如果你的小糖糖比较的高，我们俗称的小糖人包括你的空腹血糖包括你的饭后这个血糖都会比较高的话，我建议大家就是去做运动，老老实实的把我们的腿迈开。但是在运动上面的选择，我们也是有讲究的不是让你盲目去练。我在这里给大家分享2个比较好的运动，这2个运动每天在家做上一个3到5分钟，就能够很好的把你的小糖糖的数据往下拉一拉，让你整个身体变得更棒。那么话也不多说，这2个运动每个人都能练起来，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人居家去锻炼。好了，我们现在来开始讲动作。咱们第一个动作就是抖。怎么去抖呢？先把腿抖起来，然后把我们的腹部转起来，把手这么来回的去抖，从上抖到下全身都在抖。有句话叫做百练不如一抖，看似简单的一个动作，其实是在大量消耗你肌肉当中的糖原的。当你肌肉当中的糖原因为我们这些动作把它消耗了以后，慢慢的你新的一些糖原就会进入到我们的肌肉当中，这样的话我们整个身体的糖都会往下降一降，就这么抖着就行了。有很多朋友说，老师这个动作看起来简单，但是我自己去做却感觉非常的难。为什么呢？因为你没有找到协调感。做这个动作很简单的，就是说先把腿抖起来，腹部收紧，然后把我们的腹部跟随腿的一个这个节奏抖起来，慢慢的把我们的手你看也抖起来，从上抖到下手举高，就这么去抖，全身都在抖。百练不如一抖也是这么来的这么抖起来。抖着抖着，每天抖上一个1分钟到2分钟就可以了。那么抖完这个动作以后呢，咱们还可以再接着下一个运动，是什么运动呢？叫做超慢跑超慢跑这个运动给大家分享过一次。那怎么去做呢？你看，腿抬起来，就这么慢慢的去做先这样去做，看似很简单。你会发现老师分享的动作都很简单，但是这个简单的动作不代表它好做慢慢的，我们把脚立起来，你看这个脚要立起来。立起来以后，来回的动慢慢的把幅度增加。好保持这个频率。频率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的心率不要超过120，就在这个频率之上运动脚趾呢每一下都要踮起来，有一种抠地的感觉。心率120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在做这个运动的时候，千万不能很喘做完以后
这么喘，讲话的时候接不上气啊，这就不行。我们做的时候啊，你看要能正常的讲话，这个心率呢是非常适合我们运动的一个心率，特别是对于中老年人来说，这个心率非常好。每天这样在家跑上3到5分钟，看似很简单，只要你能坚持下来，你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收获。好了，今天这个视频啊就分享给大家了，这2个动作每天在家做一做，不仅能够锻炼好身体，把我们的小糖糖往下拉一拉，坚持做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自己的心肺功能啊也变强了。好了，我是大伟，感谢大家的观看和支持，没有关注的记得关注我一波，在别人那里或许是不传之秘，在我这里都会毫无保留的分享给大家，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年龄大了最怕脑供血不足，脑供血一旦跟不上了，整个人就会感觉晕晕沉沉的、迷迷糊糊的，而且呢记忆力啊时好时坏，整个人的精神状态啊会越来越萎靡，你的精气神啊也会陡然下降啊。那这个呢都是脑供血不足啊给我们带来的危害。其实咱们现在有很多的老人啊都是有脑供血不足的，那么我们怎么样去改善我们头上的供血呢？在这里啊我要告诉大家，咱们的头上都有一张看不见的网，这个网是什么呢？我们把手啊放在头顶啊，随便你放在任何的位置，把手贴在我们头上，来回的抓一抓啊，按一按，揉一揉，你会发现啊，我们手指触及我们头皮的点啊，有的地方啊是不疼的，而有的地方按下去以后啊是酸酸胀胀麻麻的。那么这个酸胀的点啊，就是我们不通的地方，其实讲白了就是我们头上啊是有一把经络锁的，这把经络锁如果你把它完全解开了以后，我们的供血量会变得更好，我们的大脑啊也会被释放开来啊，整个人啊会变得更加的精神，面色啊变得更加的红润，脑供血啊会越来越足。那么今天呢，咱们就教大家一个方法，去帮助你缓解我们脑供血不足。做完了以后啊，你会明显的感觉到我们的供血往上升了，整个人啊会更加的舒服。好了，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动作怎么去做。那么首先做动作之前，咱们需要准备一把绿檀经络梳，这把梳子啊，它的齿头非常的圆润，更好的能渗透在我们头皮下方的一个经络里面，而且呢，通过这个梳子啊去疏通我们的头部，更好的能打开我们头上的经络锁。这个梳子啊非常的耐用，非常的结实啊，居家备上一把呢，非常的好。那么接下来我来给大家演示一下，首先要打开我们头上的锁，首先就要开上我们脑门上的一个天门线。天门线怎么去开呢？就是顺着我们的印堂啊往上去推，大家看1、2，从印堂往上去推啊，大家看啊。如果你注意看的话，你会发现我这个梳头啊，在往上推的时候啊，它是推着一道气血在往上走，而且呢，当你的供血量越不足，它这个气血的影子啊，它就会越淡，你推起来的时候也会越疼啊。我们就这样推啊，推上一个50下。这里呢，大家一定要注意一点啊，因为咱们呢，如果是用手指去推的话，我们手上的皮肤和头皮上面去摩擦。久了以后啊，它皮肤上面会有增生，头上会有一道消失不了的一个红线啊，这条线看起来就特别难看。用我们的梳子啊，就不会造成这样的现象，而且梳子的一个渗透力啊，比手指啊更好。好，我们推上50下以后，把这个门啊两边全部画上。你看，从这里1、2、3、4啊，把它侧着，你看。侧着这个梳子一定要侧着往外梳，梳到我们的耳朵这个位置，啊，就这样去梳。你得把前面这个门啊给打开。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你的头上啊痛点越明显啊，那代表着你头上的经络啊越不通啊。梳完了一侧，我们梳另一侧，一般一侧我们50下啊。但是在这里呢，咱们做视频啊就不多演示了，我们就这样去梳啊。大家做的时候是数50下，好。做完了以后，我们要做哪里呢？我们要去把我们脖子啊给它疏通开来啊，大家可以看一下啊，脖子这里呢非常的重要，因为它是从我们的耳后往下走，它是一个通道啊，你只有把这个通道啊给它完全的打开，才能增加我们的一个供血量啊。大家看一下啊，看梳子往下刮，顺着你看放在我们的耳朵上方，大家看，然后呢顺着我们的脖子往下1、2、3、4啊，往下的时候你能啊手往下，这个手一转过来，正好是打在我们的肩膀上啊。5、6、7、8，我们做的时候还可以干嘛？把我们的头啊微微的，你看偏往下低一点，把这个筋啊给它暴露出来啊，这个筋暴露出来，然后再这样去刮，它的效果啊更好。好。
做完了以后呢，我们再把另一侧也做一下啊，大家看，1、2、3，一般一侧呢去出上一个40下到50下。整个过程啊是非常舒服，你能明显的感觉到啊，这个梳齿过的地方啊，就把里面的一些筋结、一些点啊，给它慢慢的平滑过去了，变得平顺了。把这些经络给它捋顺了以后啊，哎，整个人你看做完以后，活动一下你的肩膀，活动一下你的头，你会感觉啊特别的清醒，特别的畅快。那么前面2个动作做完了以后，我们还有一个什么动作呢？就是把我们啊百会这个点啊给它梳开。百会是什么呢？是我们的诸阳之会啊，非常的重要。我们前面的开天门就是为了更好的啊去把这个百会给打开。梳子放在我们的发际线上，就要这样放，往后一直梳到啊，顺着脖子往下触碰到你的大椎啊，就这样看。一直往下梳，你往后能梳多下，往后梳多下啊，头可以微微低一些啊，就这样梳啊。然后呢，我们一般去做上一个啊60下左右。你看，我们甚至可以换个手啊，右手做完了以后换左手啊，左右手都动一动啊。因为什么呢？因为做这个动作它能带动你的肩部啊，对肩部也非常的好。好。做完了以后，这个时候啊，你再去啊活动一下你的头，再去把眼睛闭一闭、睁一睁，你会发现整个人明显不一样。首先第一个啊，眼睛的进光量啊会大很多；第二个啊，面部啊会有一些气血啊往上涌，面部感觉热热的，头上面会感觉这个一层一层的解开，非常的舒服，非常的畅快。这个时候你的供血量其实就得到了一个明显的增强。咱们这个动作啊，我建议大家是什么呢？你早上吃完饭以后去做一次。晚上睡觉前1个小时去做一次，做完以后还能很好的帮助你啊，就是入眠。因为当你的头上经络所打开以后，对于你的睡眠其实也能带来很大的帮助，让你睡得更加的踏实。这个动作是一个非常好的动作，希望大家把它收藏下来，然后以后每天打开这个视频啊，就拿这个梳子跟着我去练。同时呢，咱们的梳子也加入在合集当中，里面有很多的，包括啊提升我们的面部轮廓感的，改善我们眼角细纹的，都会在我们的合集当中啊有详细的讲解，大家可以点开看一看。那么今天的视频啊，咱们就分享到这里了。我是大伟，感谢大家的观看和支持，谢谢大家。